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近几年来啊，网友都非常关注中国在开发高超音速无人机的方面呢所取得的进展，但是呢，有关的消息非常少。近日，香港南华早报从一篇国内的学术论文中发现了端倪，他们认为中国正在研制高超音速无人机，而且这篇论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。报道称呢，高超音速无人机，特别是军用的高超音速无人机起飞相对来讲比较容易，手段很多，但是要想安全的返回地面，在机场降落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了。据香港媒体报道呢，解放军的一些空军专家最近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来，他们想根据高超音速无人机的机密模型，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了改进型的探索。根据估算，当无人机在3万米的高空以5马赫的速度飞行时，它需要滑行越过200公里才能降落在跑道上。而且与普通飞机的发动机不同，高超音速无人机的发动机无法重新启动，这种缺乏受控动力的情况增加了着陆的复杂性。那么在南华报道看来呢，这就证明中国的确存在着高超音速无人机的计划。那么这样的结论有没有依据呢？我个人看法，开发高超音速无人机以及各种各样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，一直是我们发展先进装备的一个目标。这点不仅是中国在做，美国、俄罗斯也都有自己的计划。那么，高超音速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，它的最大区别在哪？高超音速导弹是一次性使用的，只要发射出去，达到高超音速飞行的目的，并且准确的命中海面或者地面上的目标，就完成它的使命了。但是高超音速无人机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，它既需要从地面或者是海面发射出去，同时呢又要安全回收。比如说陆基的高超音速无人机就必须能够在跑道上滑行起飞，执行完任务之后呢，以较大的速度返回机场降落。这其中难点在哪儿呢？飞行器的起飞滑跑距离可以说取决于它的起飞降落速度。如果你的起降速度大了，滑跑距离就会很长，滑跑距离越长，风险就越大。因此必须保证这些高超音速无人机在起降状态下有较大的升力，而这个和高超音速飞行呢又是矛盾的，因为一般的高超音速飞机，它们的翼面积都非常小，特别是高超音速导弹，甚至呢很多都没有翼面，完全靠局部的机波升力来维持它的巡航。但是高超音速无人机就不一样了，它既需要在高空实现超音速5倍以上甚至10倍以上的高速飞行，同时呢又需要在降落的过程中把它的最大速度降到每小时300公里左右，甚至呢更低一点。那么这时候就需要较大的翼面积或者是较大的翼展才有可能实现。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？这个呢，在高超音速无人机的外形上，你就必须考虑周全，既要考虑它如何获得大升力，又要考虑它的降阻问题，特别是在做高超音速飞行时的阻力降得越低越好。当然还要考虑到呢高温问题，因为超过音速5倍、10倍、15倍的飞行，机体表面必然会产生高温，几百度、上千度的温度，你怎么来去解决？除了平台，还有动力系统。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动力装置，理论上讲，用一种发动机是无法实现从跑道上起飞降落，又能够在高空实现超音速5、6倍的飞行的。发动机怎么解决？那么这篇论文讲呢，如果在降落过程中，它必须把发动机停了，以滑降的方式降落在机场上。但是滑降有一个问题，一旦跑道对不准，你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，因为你失去了动力，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。如果在滑降过程中发现我跑道没对准，或者是遇到了恶劣天气需要复飞怎么办？重新启动发动机是路径之一。但是这篇论文讲呢，重新启动发动机在这样情况下是不可能的。
那么看你用的是什么发动机。如果用的是超燃冲压发动机，你降落过程中要想重新启动，真的是不可能。但是用的是混合动力，那么就有可能重新启动。比如说，这飞机上配备有涡喷、涡扇发动机，那么重新启动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了。但是这么一来，飞机的机体重量和它的复杂性就要大大提升。因此，开发出一款合用的高超音速无人机，进而为未来的高超音速的有人驾驶的飞行平台打下基础，其难度是非常大的。我想，中国的科研人员的努力，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超音速无人机，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飞上祖国的蓝天，从而在该领域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之一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